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3个月前的庆功宴上，林远还是公司的技术明星。那时候，他刚刚独自完成了公司核心系统的升级改造，解决了困扰整个技术团队2个月的架构问题，系统运行稳定，性能提升了40%，客户满意度创了新高。庆功宴上，张老板举着酒杯，笑容满面。这次系统升级的成功，离不开我们整个团队的努力，特别是小林的技术贡献。掌声雷动，所有人都看向林远。按理说，这应该是他职场生涯的高光时刻，升职加薪指日可待。但林远这个人就是有点轴，不会说话。其实这个方案很简单，就是把原来的单体架构拆成微服务，然后优化一下数据库连接池。林远端着可乐，很实诚地说道：“我一个人3天就搞定了，主要是之前大家想复杂了。”话音刚落，整个包厢的气氛就变了。项目经理赵明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。他带着团队啃了2个月的硬骨头，在林远嘴里变成了很简单的事情。这不是打他的脸吗？是吗？赵明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那看来我们的学习能力还得提高啊。其他同事也都低下了头，气氛瞬间尴尬。张老板赶紧岔开话题，但林远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什么。从那天开始，林远的职场生涯就急转直下。第1个星期，赵明找他谈话：“小林啊，你技术确实不错，但是团队协作能力还需要加强。我觉得你更适合做一些独立性强的工作。”什么意思？林远有点懵。公司正好需要人负责系统维护，这个岗位很重要，直接向我汇报。赵明拍拍林远的肩膀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系统维护。林远皱了皱眉头，他是做系统架构的，让他去做运维，这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？林远直接问道：“怎么会呢？系统维护也很重要啊，没有稳定的系统运行，再好的架构都是空中楼阁。”赵明的笑容很温和，但眼神里透着不容拒绝的意思。而且你对系统最熟悉，谁做都没有你合适。林远想了想，也觉得有道理。系统是他设计的，维护起来确实得心应手。行吧，他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林远从核心技术团队调到了后勤部门，名义上是高级系统维护工程师，实际上就是个技术杂工。第1个月，林远还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，每天定时检查服务器状态，清理系统垃圾文件，优化数据库性能。偶尔有同事的电脑出了问题，他也会热心帮忙修理。但慢慢的，他发现事情不对劲。原来团队的技术讨论群，他被悄悄踢了出去，理由是现在不负责核心业务了，就不用参与这些讨论了。原来每周的技术分享会也没人通知他了。问起来，赵明总是说：“哎呀，忘了通知你了，下次一定记得。”但下次依然没有通知。更让林远郁闷的是工位的调整。之前他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光线好，环境安静，适合思考技术问题。现在被安排到办公室角落，紧挨着打印机和饮水机，整天吵吵嚷嚷。这个位置更方便你处理各种维护工作。赵明解释道：“有什么设备问题，大家都能第一时间找到你。”听起来很合理，但林远知道，这就是明摆着的边缘化。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同事们态度的转变。之前遇到技术难题，大家都会来请教他，现在呢，路过他的工位都当没看见，更别说主动打招呼了。有一次，
林远听到小李和其他同事在讨论一个数据库优化的问题，方向完全错了。他主动走过去想帮忙，结果小李礼貌地说：“谢谢林哥，不过这个我们自己能搞定。”然后几个人就散了，留下林远一个人站在那里，很尴尬。第2个月，林远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自己真的不适合做核心业务？是不是自己的技术能力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强？他开始反思庆功宴上的那句话，是不是真的伤害到了同事们的自尊心？每天的工作变得机械化，上午检查服务器，下午清理垃圾文件，偶尔帮人修修电脑。这些工作对他来说实在太简单了，根本用不上他的技术能力。但这样的日子却让他有了更多时间观察和思考。他发现自己设计的系统虽然运行稳定，但还有很多优化空间。数据库的连接池配置不够合理，在高并发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瓶颈，缓存机制也有漏洞，某些情况下会导致数据不一致。林远把这些问题整理成文档，发给了赵明。收到了，我看看。赵明回复得很简单，但1个星期过去了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林远又发了一次，这次赵明连回复都没有。第3个月，林远彻底麻木了，他不再主动汇报系统隐患，不再试图参与技术讨论，甚至连修电脑都变得不太积极。反正没人在意他的意见，那就按部就班地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。每天上班，林远会带一杯咖啡，坐在角落的工位上，除了必要的维护工作，大部分时间都在看技术博客，学习新的架构模式。同事们也习惯了把他当作透明人。有时候开会，会议室坐满了人，就他一个人被遗忘在角落里。有时候团队聚餐，微信群里讨论的热火朝天，但从来没人艾特他。林远告诉自己，这样也好，清静，没有 KPI 压力，每天按时上下班，生活简单纯粹。但内心深处，他知道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他是一个技术人，天生就有解决问题的冲动，看到系统有漏洞不去修复，看到同事走弯路不去提醒，这种感觉就像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，很难受。可是又能怎么办呢？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直到那个周五的晚上，一切都变了。周五晚上8点，办公室里已经空荡荡的，大部分同事都下班了，只有林远还坐在角落的工位上，手里端着咖啡。电脑屏幕上显示着系统监控界面，这是他每天的例行工作。晚班系统维护虽然被边缘化了，但责任心让他依然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。监控界面上各项指标都显示正常，服务器运行稳定，数据库响应时间正常，网络流量也在合理范围内。林远习惯性地刷新了一下页面，准备写今天的维护日志。8点30分，所有的指标突然全部标红，服务器 CPU 使用率瞬间冲到100%，数据库连接数爆表，网络响应时间从几十毫秒跳到了几万毫秒。更可怕的是，所有的客户端都显示连接超时。林远瞬间清醒了，手上的咖啡杯都险些掉在地上。系统崩了，而且是全面崩溃。他立刻开始紧急处理，先是尝试重启关键服务，但没有任何效果。然后查看错误日志，发现大量的异常信息，但都是表面现象，找不到根本原因。这个问题比他想象中复杂太多。林远拿起手机，拨通了赵明的电话。喂，赵哥，系统出大问题了，全面崩溃，
所有服务都无法访问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传来赵明急促的声音：“什么？你确定？确定？我已经尝试了基本的恢复操作，但没有效果。这个问题很复杂，可能需要整个团队来处理。我马上过来，你先继续想办法。”挂了电话，林远继续尝试各种解决方案，但都无济于事。系统就像死了一样，完全没有反应。半小时后，赵明匆匆忙忙地跑进办公室，身后跟着几个技术骨干。情况怎么样？赵明的脸色很难看，很糟糕。林远摇摇头，我试了所有常规的恢复方法，都不行。看起来不是简单的服务器宕机，可能是核心架构出了问题。赵明的脸色更加难看了，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全国200多个分公司都用这套系统，现在全部瘫痪，每分钟的损失都是天文数字。你们几个快来看看！赵明对着跟来的几个技术人员喊道。接下来的2个小时，整个技术团队都在拼命地尝试各种解决方案，重启服务器无效，回滚到之前的版本无效，增加服务器资源无效，优化数据库配置无效。每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，但系统依然毫无起色。更糟糕的是，客户投诉电话开始打爆公司的客服热线。几十个分公司的经理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：系统什么时候能恢复？晚上11点，张老板亲自赶到了公司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张老板的脸色铁青。为什么系统会突然全面崩溃？我们正在抢修。赵明擦着汗说道。应该很快就能解决。很快是多快？现在每分钟损失10几万。股价明天开盘肯定要跌，媒体也开始关注了。张老板的声音提高了8度。赵明不敢说话了，因为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好。凌晨12点，外包的技术团队也赶来了，3个资深的系统工程师带着各种专业设备，开始全面诊断系统。但1个小时后，他们也摇头了。这个问题太复杂了，需要对整个系统架构有深度理解才行。外包团队的负责人对张老板说道：“我们只能处理一些常规问题，这种级别的故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。”凌晨1点，媒体开始报道这个事件，几家财经网站都发了新闻：某知名科技公司系统全面瘫痪。全国业务受影响，张老板的电话响个不停，都是上级领导和重要客户打来的，每个电话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：什么时候能恢复？但没有人能给出答案。凌晨1点30分，有人小声提到，系统架构是林远设计的，他对整个系统最熟悉。这话让所有人都停了下来。是的，整个系统的架构都是林远一个人设计的，每个模块的逻辑他都清清楚楚。如果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个人一定是林远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林远已经被边缘化3个月了，让一个打杂的来解决公司最大的技术危机，这在面子上说不过去。更重要的是，万一林远拒绝帮忙呢？张老板看了看赵明，赵明的脸色很难看。他知道，如果现在去求林远，等于承认了自己之前的决定是错误的。但是到如今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凌晨2点，损失已经超过了1000万，客户开始威胁要解约。有几家媒体已经在网站首页挂了这条新闻。张老板终于下定了决心。走，我们去找林远。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向办公室角落，那个平时被所有人忽视的位置。林远还坐在那里，手里端着一杯咖啡。
正在看一篇关于分布式系统的技术文章，电脑屏幕上还显示着系统监控界面，一片红色的警报信息。他看起来很平静，甚至有点悠闲，就像这场灾难与他无关一样。实际上，林远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刻。3个月前，他就发现了系统的潜在风险，也多次汇报过，但没有人在意。现在问题爆发了，他们终于想起了他。但林远没有表现出任何得意或者愤怒的情绪，他只是静静地等着，等着他们开口求他。张老板走到林远面前，清了清嗓子：“小林。”林远抬起头，环视了一圈围在他身边的人：张老板、赵明、几个技术骨干、外包团队的工程师，还有几个他不认识的管理层。所有人的眼中都带着期待和焦虑，就像溺水的人看到了救生圈。小林，现在情况紧急，系统崩了快6个小时了，损失已经上千万了，需要你帮忙看看。张老板的声音很诚恳，甚至带着一丝请求的意味。林远慢慢地放下咖啡杯，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中，缓缓开口了：“我只是打杂的。”林远的声音很平静，就像在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，但这句话就像一颗重磅炸弹，瞬间让整个空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张老板的表情从期待变成了震惊，然后是尴尬，嘴巴微微张开，却说不出话来。他足足愣了10几秒钟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其他人也都愣住了。赵明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额头上开始冒汗。他没想到林远会这么直接的拒绝，更没想到会用这种方式拒绝。几个技术骨干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外包团队的工程师们更是一脸茫然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公司内部会出现这种局面。张老板终于找回了声音，但话说了一半就卡住了。现场的气氛尴尬到了极点，空调的嗡嗡声变得格外清晰，打印机偶尔发出的机械声也显得异常刺耳。林远依然很平静地坐在那里，手里拿着咖啡杯，就像刚才的话不是他说的一样。终于，赵明开口了，声音有点颤抖：“小林，之前可能有些误会。”林远抬起头看着赵明，眼神很平静：“我记得你说过我只适合做技术支持，不适合核心业务。”赵明的脸更红了，这话确实是他说的，而且不止一次。当时可能表达有些问题。赵明试图解释，但声音越来越小。没有问题。林远摇摇头：“你说的很对。我确实更适合做支持工作，重启服务器、清理垃圾文件、修电脑，这些我都很在行。”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扎在赵明的心上。张老板意识到不能再让这种尴尬的局面持续下去了，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诚恳：“小林，公司现在真的很需要你。之前可能有些沟通上的问题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眼前的危机。待遇方面，我们可以重新谈。”待遇？林远轻笑了一声：“张老板，我现在的工作挺好的，按时上下班，没有 KPI 压力，也没人指责我工作不到位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环视一圈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没有人会因为我说话太直接就给我穿小鞋。这话让赵明的脸彻底白了，张老板额头上也开始冒汗了。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，更是人心的问题。3个月的边缘化已经让林远对公司、对团队失去了信任，但现在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。系统还在瘫痪，损失还在增加，媒体还在关注，上级还在施压。
小林，我知道之前我们做的不够好，但现在真的需要你的帮助。张老板的声音有些急切，你说个条件，只要能解决问题，什么都好商量。林远听到这话，眼中闪过一丝感兴趣的神色，不是对金钱或者职位感兴趣，而是对这种局面感兴趣。3个月前，他是被嫌弃的人，现在所有人都在求他，这种身份的转换确实很有意思。但林远没有立刻回应，而是继续喝着咖啡，让这种紧张的气氛继续发酵。办公室里安静的可怕，只能听到空调的嗡嗡声和几个人紧张的呼吸声。系统监控界面上，红色的警报信息还在不断刷新，每一条都代表着巨额的损失。客服热线还在响个不停，张老板的手机也在不断震动，都是催促的电话和短信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每一秒都是钱。终于，林远开口了：“可以看看，但我有条件。”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就像溺水的人终于抓到了救生圈。什么条件？你说。张老板几乎是迫不及待地问道。林远放下咖啡杯，认真地看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第一，所有人都必须在现场看着，学习一下打杂的是怎么工作的。这个条件让几个技术骨干面面相觑，让他们看一个打杂的工作，这在心理上确实有些难以接受。但现在还有选择吗？没问题，张老板立刻答应了。第二，林远继续说道，解决问题之后，我的工作内容和岗位待遇需要重新商定。当然，张老板点头如捣蒜，这些都可以谈。第三，林远的声音变得更加严肃，以后不要随便打扰我的打杂工作。我不喜欢被人指手画脚，也不喜欢参与各种无意义的会议和讨论。这个条件让张老板有些意外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林远站了起来，活动了一下筋骨。那就开始吧。他走向自己的电脑，手指开始在键盘上飞快地跳动。所有人都围了过来，眼睛紧紧盯着屏幕。这一刻，那个被边缘化3个月的打杂的，重新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。林远的手指在键盘上快速跳动，屏幕上滚动着大量的代码和日志信息。围观的众人起初还能跟上他的思路，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完全看不懂了。林远的操作太快，而且思路跳跃性很大，一会儿查看系统日志，一会儿检查数据库状态，一会儿又去看网络配置，先看看系统崩溃前的日志。林远一边操作一边解释，正常情况下，系统不会无缘无故的全面崩溃，肯定有触发点。他调出了详细的系统日志，开始逐行分析。这里有问题。林远指着屏幕上的一行记录，晚上8点27分，有人手动修改了核心配置文件。赵明凑过来看了看，这个操作记录看起来正常啊，应该是常规的配置优化。常规？林远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你知道这个配置文件控制什么吗？赵明愣了一下，没有回答。这是数据库连接池的核心配置。林远继续解释，这个参数被改成了一个极小的值，导致在高并发的情况下，连接池瞬间被耗尽。他继续往下翻日志，8点30分，正好是下班后的数据同步时间，所有分公司的数据开始向总部汇总，瞬间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库连接请求，连接池被耗尽，新的请求全部被拒绝，然后引发了雪崩效应。林远的手指在屏幕上画了画，整个系统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了。张老板听得一知半解，
但知道林远找到了原因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把配置改回去就行了？没那么简单。林远摇摇头，系统崩溃后，数据状态变得很混乱，直接改配置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不一致。他开始进行更复杂的操作，先是检查数据库的事务状态，然后清理异常的连接，接着重新初始化连接池。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，期间林远几乎没有停顿，每个操作都精准而高效。围观的技术人员们看得目瞪口呆，他们这才意识到之前严重低估了林远的技术水平。凌晨3点30分，系统终于开始恢复正常，监控界面上的红色警报逐渐变成了绿色，服务器响应时间回到了正常范围，数据库连接数也趋于稳定。成功了！有人忍不住喊了出来，但林远没有停下来，而是继续检查系统状态。还没完，我要确认一下数据的完整性。又过了半小时，所有的检查都完成了，系统完全恢复正常，数据没有丢失，所有功能都正常运行。张老板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太好了，小林，你真是救了公司一命。但林远的表情却变得严肃起来。张老板，我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这次的系统崩溃不是意外。林远指着屏幕上的操作记录，有人故意修改了配置文件，现场瞬间安静下来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故意破坏系统？张老板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没错，林远调出了更详细的日志记录。这个修改操作是在晚上5点30分进行的，正好是下班时间，而且修改的内容很专业，知道怎样的配置会在特定时间引发系统崩溃。他继续分析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个操作是通过内部网络进行的，不是外部攻击。这话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内部破坏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能查出是谁做的吗？张老板的脸色铁青。可以。林远继续操作，每个操作都有详细的日志记录，包括用户名、IP 地址、操作时间等。他调出了用户操作记录，开始追踪修改操作的来源。这个操作来自小李的账号。林远指着屏幕说道：小李。所有人都看向了小李，但小李不在现场。不对，林远继续查看记录。小李周五下午请假了，去医院看病。我检查一下 IP 地址。他查看了详细的网络日志，脸色逐渐变得严肃。这个操作虽然使用了小李的账号，但实际的 IP 地址不是小李的工作电脑，是谁的？林远继续追踪，最终锁定了真正的操作来源。当他看到最终结果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是赵明的电脑。现场瞬间死寂，所有人都看向了赵明。赵明的脸色煞白，额头上冷汗直流。这不可能！赵明慌张地说道：我怎么可能故意破坏系统？这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但林远的证据是确凿的，操作记录、IP 地址、时间戳，所有的信息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赵明使用小李的账号，故意修改了系统配置，导致了这次大规模的系统崩溃。张老板的眼中开始冒火。赵明，你给我解释清楚。赵明的脸色变了几遍，最终还是硬着头皮狡辩。这肯定是误会，可能是我的电脑被黑客入侵了，或者是有人冒用了我的身份。但林远继续展示证据，这个操作需要管理员权限，而且修改的位置很隐蔽，不熟悉系统架构的人根本找不到。他停顿了一下，更重要的是，
这个修改很狡猾，它不会立即引发问题，而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触发系统崩溃。设计这种定时炸弹的人对系统架构有很深的理解，证据越来越确凿，赵明的狡辩也越来越苍白。最终，在铁的事实面前，赵明崩溃了。好吧，是我做的，他突然爆发了。但我不是故意要搞垮公司。现场所有人都震惊了。你疯了吗？张老板几乎要跳起来。你知道这次损失有多大吗？我本来是想制造一个小问题，然后自己解决掉，证明我的能力。赵明的声音有些歇斯底里。我没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。赵明因为嫉妒林远的技术能力，又担心自己的管理地位受到威胁，所以设计了这个阴谋。他想通过故意制造一个技术问题，然后自己出面解决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但他严重低估了问题的复杂性。他以为自己能够控制局面，没想到问题完全失控，差点搞垮整个公司。更讽刺的是，最终还是需要他一直打压的林远来收拾残局。张老板的脸色铁青。赵明，你被停职了，这件事我会上报给董事会，你等着接受调查吧。赵明瘫坐在椅子上，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彻底完了。林远看着这一切，没有表现出任何得意或者愤怒的情绪，他只是平静地关掉了电脑屏幕，拿起咖啡杯喝了一口。危机解除了，真相大白了，但故事还没有结束。系统恢复正常后，整个公司都松了一口气。客服热线的投诉电话停了，媒体的负面报道也不了了之。股价在开盘后很快就反弹了回来。赵明被立即停职，面临内部调查和可能的法律后果。小李虽然是无辜的，但也受到了牵连，心理压力很大，已经在考虑辞职。而林远一夜之间从打杂的变成了公司的救火英雄，但事情的发展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第二天上午，张老板把林远叫到了办公室。小林，昨晚辛苦了。张老板的态度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热情，公司上下都很感谢你。林远点点头，没说话。我想跟你谈谈未来的工作安排。张老板继续说道。赵明已经被停职了，项目经理的位置空出来了，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项目经理，这是林远3个月前梦寐以求的职位。不仅仅是项目经理，张老板继续说道，我还想让你负责整个技术部门的架构规划，薪资待遇方面比你之前的核心岗位提高30%。这个提议确实很诱人，不仅职位更高了，薪水也涨了，还能回到技术核心圈子。按理说，这应该是皆大欢喜的结局，但林远的回应再次让张老板傻眼了。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挺好。什么？张老板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我说，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挺好的。林远重复了一遍，语气很平静。张老板完全懵了。小林，你没听清楚我的意思吗？我是要提拔你做项目经理，管理整个技术团队。听清楚了。林远点点头。但我不想做。为什么？张老板真的搞不懂了。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林远想了想，认真地说道，做项目经理要承担很多责任，要管理团队，要处理各种人际关系，要参加无数的会议，要做各种汇报。他停顿了一下，我发现自己真的不适合这些，我更适合专心做技术，解决具体的问题。可是张老板还想说什么，而且林远继续说道，做打杂的也挺好的，没人管我，按时上下班，
没有 KPI 压力，没有团队矛盾，没有办公室斗争。他笑了笑，昨晚如果不是系统出了大问题，我可能还在悠闲地看技术博客呢。张老板哭笑不得，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保持现在的岗位名称，但希望薪资待遇能够按照技术专家的标准。林远提出了自己的条件，平时我还是做系统维护的工作，但如果遇到重大技术问题，我可以提供支持。还有，他继续说道，我不想参与管理工作，不想参加各种会议，也不想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，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做技术。张老板愣了好久，才明白林远的意思。他想要的不是权力和地位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能够让他专注于技术，远离办公室斗争，享受工作乐趣的生活方式。你确定？张老板最后问道。确定。林远的回答很坚定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张老板摇摇头。不过我得说，你这个要求还真是特别。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公司，大家都知道林远拒绝了升职，选择继续做打杂的。有人觉得他傻，有人觉得他有个性，有人觉得他看透了职场的本质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所有人对林远的态度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。没有人再敢小看那个坐在角落的系统维护工程师了。大家都知道，他是真正的技术大神，是公司的隐藏王牌。3个月后，公司来了新的项目经理，这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管理者，在同行业里有不错的声誉。但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专程拜访林远。林哥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新项目经理的态度很诚恳，有什么技术问题，我肯定第一时间请教您。林远笑了笑，客气了，大家互相帮助。不过我有个要求。新项目经理继续说道，以后有重要的技术决策，希望您能参与讨论。当然，不用您做管理工作，只是技术顾问的角色。可以。林远点点头，但别安排在我喝咖啡的时间。新项目经理哈哈大笑，没问题。从那以后，林远就过上了他想要的生活，白天做系统维护，偶尔帮同事解决技术问题，空闲时间看看技术博客，学习新的架构模式。薪水比之前提高了不少，工作压力却小了很多。最重要的是，没有人敢再给他穿小鞋了。有时候，林远会想起3个月前的那个庆功宴，如果当时他没有说这个方案其实很简单，会不会有不同的结局？但现在看来，也许那句话是对的，不是技术方案简单，而是人心复杂。职场如战场，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。有些人喜欢站在聚光灯下，有些人更适合在幕后发挥作用。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适合不适合。林远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，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。在那个角落的工位上，他依然是那个打杂的，但也是那个在关键时刻能够拯救公司的技术大神。这样的生活挺好的。1年后，林远还是坐在那个角落的工位上，工位旁边还是打印机和饮水机，但现在没有人会因为这个位置而小看他。相反，这里成了整个技术部门的圣地。有疑难问题的时候，大家都会来这里寻求帮助。林远的工作内容基本没有变化，还是系统维护、设备检修，偶尔帮人修电脑。但他的地位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他是公司的首席技术顾问，虽然没有管理职责，但在重大技术决策上有一票否决权。薪资待遇已经超过了很多中层管理者，但工作压力却比普通员工还要小。最重要的是，
他终于找到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。有一次，公司招聘了一个刚毕业的技术新人。新人第一天上班，看到林远坐在角落里，就好奇地问旁边的同事：“那个大哥是做什么的？”同事神秘地说道：“他是打杂的。”打杂的？新人有点疑惑，为什么大家对一个打杂的这么尊敬？同事笑了笑，因为他是这个公司最厉害的打杂的。林远听到这话也笑了，是的，他就是一个打杂的，一个能够在关键时刻拯救整个公司的打杂的，一个找到了属于自己生活方式的打杂的，一个活得明白、活得自在的打杂的。这样的人生也挺精彩的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